在考古的过程中，学者们曾发现众多不见于典籍的古国，比如位于中国山西省的坝国，就是一个考古考出来的古国。它因一次与盗墓贼的斗争而被人发现，又以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震惊了世界。而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大量规制不低于君王的女性墓葬。当棺木揭开时，所有人惊讶地发现，他们全都是裸身下葬，还摆着独特姿势，并且从墓中出土文物来看，他们或许是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位女王，这些全都颠覆了中国史上考古界的认知。今天就让我们抛开典籍，从一件件青铜器上去探索一个以坝为名的神秘古国，看看为何他的国君身为诸侯，葬礼规制却敢超过当时天子，去揭开一段铭文背后一位敢在封建王朝中掌握权力的女王的故事。2007年5月，在中国陕西省翼城县大河村的外围突然出现了一伙陌生人的身影。如果说是游客，那这个偏远的小村庄也没什么值得游览的风景。如果说是找人，这伙人却从未和路过的村民询问过什么，甚至见到有人经过，他们还要躲避隐藏自己的行迹。村里有些好奇的小孩子会远远地观察这伙陌生人到底在树林里做什么。只见他们手中有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工具，偶尔也有一些会发出声音的仪器。他们就拿着这些东西在土地上一点一点地探寻，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有了，就在这里。随着数日的探查，他们好像突然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群人聚在一处，拿出了铁锹锄头，开始向着地下挖掘。过了约莫半日的功夫，就已经挖出了数米深的大坑，而从坑底向外运的，除了黄土之外，也多了些瓶瓶罐罐。好奇的小孩子们立马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家里的大人。村民们虽然不具备太多的文物保护知识，却也明确地意识到这伙人应该是在盗墓。于是村支书立刻将消息上报给了翼城县文旅局，当局立刻委派了考古队和公安人员前来保护国家宝藏。可惜的是，考古队员们赶到大河村外时，只看到满地的堆土和盗洞，却一个人影都没有了。看着这一片狼藉的景象，队员们心痛不已。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文物又将就此流失，而这些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或许再也没机会呈现在世人眼前。尤其是在对几处盗洞进行筛查之后，更是让队员们又惊又怒。因为在盗墓贼匆忙遗漏下来的文物中，赫然还有几件金器的存在。如果连这种有着明显价值的文物都会被看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被盗走的一定是更加贵重的文物。不过事已至此，考古队员们也重整了心情，开始了真正的考古工作。因为来的只是先遣队，他们只能先根据现场的情况、遗留的文物以及简单的探测手段，对此处古迹进行估测。然而在几天的工作之后，得到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里竟然是一处从未记载于古籍之中，也没有任何史学家或考古专家知道的古墓群。不见于史籍的古迹并不罕见，前面也简单说过原因。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里，就有些不寻常了。因为就在大河村附近，还有着曲沃、侯马等地的大型遗址或古墓群。当初进行其他地点的考古工作时，专家们已经根据经验，把附近可能存在的古迹都找完了，并且做出了此地不会再有大型古迹的论断。但如今大河村墓葬群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些考古工作者的认知。无论是毫无踪迹可寻的地上物，还是此地的地理结构，都让人从未想过能在这里发现如此规模的古墓群。可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之后，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连众多的专家学者都没能找到这里，那之前的盗墓贼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古墓？难不成他们有着比专家们更渊博的学识？在大河村周围走访之后，总算是有了答案。因为村庄附近有2处土矿场，
有工人说，最近挖土时经常挖到碎陶片一类的东西，而不久前又有一群人专门来厂里收过这些陶片。看来盗墓贼就是从这些碎片中推断出了附近有古墓的存在，于是才有了最开头的一幕。不过也得益于这里是一个理论上不存在的墓葬群，才让他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被盗。根据现场考察的结果得知，这次被盗的绝对是一个大墓。在考量了现场情况之后，山西文旅局立刻批准了保护性发掘工作。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不加以保护，盗墓贼一定还会再次光顾此地。翼城县政府对于这处古迹十分重视，拨款100万余元，受命考古队从2007年9月开始进行发掘工作。考古队的队长就是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谢尧廷。他们计划到2008年的5月完成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而后开始大面积考古。事实上，计划的第2阶段一直进行了3年才完成。因为真正开始发掘之后，谢尧廷和他的队员们才意识到这片墓葬群有多大。到2011年5月底，他们的发掘面积超过了15000平方米，总共找到了西周时期数学墓585座，车马坑24座，发现50多座东周时期的灰坑窑穴和1座房址，还发现了4座晚期古代墓葬。发掘出土青铜器、原始陶器、玉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共15000余件套。而也就是在这逐步发掘的过程中，他们才意识到了此地的特殊性。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谢尧廷发现，他们可能正在探索一个从未被人知晓的古国。无论是最初派来保护墓葬的先遣队，还是后来组建的谢尧廷的队伍，在正式挖掘之前，对于这次的目标其实都没有清晰的认知。而在初期勘探过后，也仅仅是认识到了墓葬群的规模巨大，并且其中有数座大墓。而为了确认墓葬群的年代和文化背景等问题，考古队一开始选定了相对较大的6座古墓进行尝试性发掘。或许是谢尧廷他们的运气好，又或者是冥冥之中有一座古国想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6座大墓之中，就让谢尧廷他们发现了消失于历史中的故事。依据墓葬的规格，最大的一座被编号为 M1。 这座古墓的形状犹如一个水瓶，口小肚大，深度将近10米。墓室之中只有棺椁1套，但是在挖掘2层台的过程中，却在墓室的墙壁上总共找到了11个壁龛。壁龛之内放着大量的漆木器、陶器和瓷器。有了这些文物，考古学家们对于墓葬的年代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应当是西周时期。因为其中发现了与山西省其他西周墓相似的漆器。只是 M1 墓中的漆器保存得最为完好，而且还出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漆木俑，这在考古学中无疑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清理棺椁之后，墓主人的真身也终于显露在了众人面前。只见棺中骸骨头犀角东，仰身直之，尸身之上未见衣物，不过从其身边摆设以及身上的配饰来看，衣物并非因年代久远而腐蚀殆尽，而是墓中之人就是裸身下葬的。因为在尸骨身上有着大量的首饰，比如胸前挂着的项链、耳饰，甚至耳朵里还塞着天，随葬品还有兵器一类。以此看来，在注重礼数的西周时代，尸体身上配饰齐全，却一块碎布都找不到，只有本就裸葬这一种可能性了。而在尸体的腰部，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奇异之处，腰骨下方有一小坑，其中竟然有一只小犬的尸骨。这在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先例，是用动物腰坑殉葬，替代活人陪葬。这表明了当时礼法的进步，活人陪葬正在被逐步取缔。不过仅这一点并不称奇，真正独特的还是在于2层台上。除了棺中小犬外，2层台上还发现了一只成年犬的尸骨。这从侧面表明了 M1 的墓主人有着相对更高的地位。
通过对随葬品以及骨骼的分析，墓主人应是一名50岁上下的男性。他的陪葬品中，青铜器数量为几座古墓之最，足有60余件，而青铜器之上多有铭文，其中一件上刻有燕侯止作孤妹保尊矣。燕侯止乃是当时燕国国君的名字，而孤妹并非姑姑家的妹妹，而是父亲的妹妹，燕侯止的姑姑。这个青铜器正是燕国国君将自己的姑姑嫁过来时制作的陪嫁品。这个发现着实让谢瑶亭等人吃了一惊。能娶到别国国君的长辈，那说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至少也是一国之君。但看遍了墓中的其他青铜器，却偏偏都没有墓主人的姓名或是国家的名字。唯一一句铭文写的是伯佐宝鼎。以当时的称呼来论，伯代表了这个人的贵族阶级，应当是国君或是族长，但还是不清楚他是哪国之君，哪族之长。这可让谢瑶亭他们急坏了，明明可能发现了一个大人物，却无法得知他的身份。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在了其他几个墓穴中，想看看其他陪葬品里有没有能解答这个谜题的答案。很快，他们就在2号墓中有所发现。其中一件青铜器的内壁上刻有为正月初吉伯佐宝眼的字样。伯佐宝眼说的应该是这件器物是1号墓主人所做，但关键就在于这个问号，现场竟没有一人认识这个字。但通过对2号墓的进一步发掘，还是有了新的突破，因为他们确信2号墓的主人应当是一位贵族女性。2号墓与1号墓并非相邻而葬，而且规格仅次于1号墓。它的坑道长度有 4.2 米，宽 3.5 米左右，深度超过8米。虽然规模相差不大，但是制式就差了不少，比如墙壁上一处壁龛都没有见到，陪葬品数量也远远不及。之所以能确定墓主为女性，是因为考古队员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尸骨从体型和生理特征上就可以判断出性别。同样是仰身直肢的裸身葬法，身上总共有7套玉制挂饰，头部发现了2件发饰，还有8块玉珏，手中同样握有美玉，身周还有玉制器物。从这些物品的款式来看，说明墓主人应当是一位贵族的妻子。那么这位墓葬规格仅次于不知名国君的女性，会不会是1号墓主人的配偶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谢瑶亭他们对2号墓葬的年代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2号墓葬的年代晚于1号墓太多了。虽然2号墓中青铜器数量极少，但是品类却很齐全，从日常使用的酒器炊具到乐器等娱乐工具，样样俱全。但其中有铭文的就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件宝眼。就在众人为揭秘墓主身份发愁时，1号墓的青铜器中有了新的发现。在一件铜簋的盖子上刻着5个小字，罢重作履仪。在中文里，伯仲书记是家中男性按年龄大小的排序，也就是说，这件铜簋极大可能是1号墓主的弟弟所作。那重前的罢字应当就是他们家族的名称，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名称了。为了确认这个想法，队员们开始翻阅各种古籍，终于在一本书里找到了一个写法与众人不认识的那个字极为相近的字，而这个字正是罢字的变体。所以2号墓中发现的铭文正是为正月初吉罢伯做宝眼。也就是在某一年的正月里，1号墓的主人罢伯制作了这件宝眼，用来充当一个寓意吉祥的器物。现在既然有了名字，那就剩下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就是罢究竟是一族还是一国呢？谢瑶亭等人当时也是急切地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考古这件事从来都急不得，哪怕无数的文物摆在你面前，数百座大墓等待你的发掘，你也还是要一点一点地扫去历史的尘埃，才能看到被时间掩盖住的真相。而也就是在对发掘出的古墓和文物的梳理过程中，
谢瑶亭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其实早在这次考古之前，附近的曲沃县晋国古墓中就曾出土过刻有霸伯坐宝尊仪的青铜簋，只是当时完全没人知道这个霸伯是谁，以为是工匠的名字。而这件青铜簋同样出自一位女性的墓中。如今找到了霸伯本人，谢瑶亭他们立刻想到了这件往事。看来那件青铜簋并非简单的餐具，而极有可能是霸伯嫁女时带过去的嫁妆。毕竟在当时，以亲手打造的青铜器作为陪嫁品是礼数中的一种，这也进一步论证了霸伯的地位。毕竟他娶了燕国的公主，又把自家的女儿嫁到了晋国，完全是与当时的大国通过姻亲结盟的架势。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也找到了霸仲之墓，又是在一件青铜簋上，他们发现了这次发掘以来最长的一段铭文。盘内共有153个铭文，主要讲述了一段霸国的历史，也让现代的人们有幸见识到了一位可能是最早执掌朝政的女王。这件青铜簋后来被命名为霸姬簋，铭文上记载的就是霸姬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还纠正了先前考古队众人的一个错误，将霸国的人物关系梳理得更加清晰了。霸姬正是霸伯之妻，其身份有人说是晋国公主，但根据前面提过的出土文物，也有可能是燕国公主，具体已不可考。在霸伯过世后，霸姬就接替了他的权力，执掌了霸国的大权。因为霸仲其实并非霸伯之弟，而是霸伯与霸姬之子，其名乎。这里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虽然兄弟之间会称伯仲叔季，但是若是以地位或是掌权顺序来论，按这个顺序起名也有可能。霸国虽与周遭大国联姻，也与当时的周朝王室交好，但据铭文展现出的内容来看，地位应当还是略低。所以霸伯过世之后，立新君之事仍需别国首肯才可。虽然霸姬早就提出了立胡为君主，但是上国或为周却始终没有答复。直到数年之后，终于派了使臣前来安排相关事宜。面见霸姬之后，使臣先是对霸姬这些年的功劳进行了一番总结，然后又让霸姬进行自我陈述。这个感觉有些类似于当今某些职业定期要进行的述职，也就是工作总结。一般来讲，作为一国的掌权者，所作所为天下有目共睹，不用使臣总结一遍，又让霸姬再重复一遍了。但是霸姬毕竟是女性，以当时的礼法来说，她抛头露脸的时刻还是较少，所以才有自我补充这一步。在一套流程走完之后，使臣宣布了立新君的决定。虽然霸姬执政期间表现不错，但终究还是女眷，一国之权不可长期在她手中掌握。如今周王已经核准乎可以接替君主之位的程度，忽又是晋国国君的外甥，当个君主也合适，所以霸姬就该让权了。不过为了表彰霸姬的功绩，还是赐他一件青铜器作为证据。而赐他的这件青铜器，极有可能就是后来被称为霸姬盘的一件铜盘，其上还记载了霸姬的一件轶事，我们稍后再说。总之，霸姬簋上的记录明确显示了早在西周就有女性当权的事实，这无疑让学者们对于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以及宗族礼法等事的认知有了革新。因为铭文写得过于晦涩，所以我的解读可能也存在一些错漏，大家看个大概就好。总之，让霸姬还权于乎的基本事实是对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霸姬能够掌权也是有着一些政治原因支持的。前面说过，1号墓的霸伯娶了燕王芷的姑姑，所以她应该是霸姬。但是2号墓的女性又大概率不是这个燕王姑妹，后面又找到了霸仲的墓，里面又说她是晋王的侄子，那也就是说她的母亲霸姬应当是晋国的公主才对。一通人物关系叙述下来，感觉十分混乱，而且明显说的不是一个人啊。这个问题让谢瑶亭他们也有点头晕，不过考古嘛，就是要抽丝剥茧。
在继续发掘了数座古墓后，这复杂的人物关系终于是有头绪了。原来霸伯并不是只有一位，而相应的霸姬也是好几个不同的女人。在大河村古墓群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伍又先后挖出了好几座和 M1 墓穴规格制度相似的墓穴，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女性墓穴也是成对出现的。而在这些男性墓穴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他们的主人都叫霸伯。此时谢瑶亭他们才明白，原来只要是霸国的君主就会被冠以这个称号。而相应的女性墓穴就更有意思了，她们无一例外全是别国的公主级人物。比如除了燕晋两国，还有一处女性墓穴中发现了与彭国国君夫人碧姬墓中的丝织品相同的荒围，推测这位墓主就应当是来自彭国的公主，因此就有了燕国的霸姬以及后来晋国的霸姬。他们也是因为身份地位相同而都继承了霸姬这一名号。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前面提过的霸姬盘，因为可以考究的文字实在太少，所以无法确定到底上面的故事讲的是哪位霸姬。我们暂且当作它就是周王祠与晋国霸姬的那块，来看看这位女王在执掌朝政时干过什么样的猛事。据盘上记载，当时霸国应当是与一个名为契的贵族有交易，交易的内容是一批仆从。但是当霸姬付了款以后，契却迟迟不愿交货。为此霸姬一怒之下找到了仲裁人穆公，将双方的交易凭据呈上，要求穆公主持公道。买家付了款，卖家不交货，这种事一看就知道谁对谁错。因此穆公立刻找到了契，让他当众发誓遵守约定，如若不从，按国法处置。虽然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无非就是一起普通的合同纠纷，霸姬的行为就是普通的维权。但在封建时代，一个女人能够掌权，还敢于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据理力争，无疑是有着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的。在看过众多铭文记载的与霸国有关的内容后，学者们对于这个从未听说过的古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甚至基于各种物证，对霸国的历史文化有了十分有趣的推测。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专家们确定霸一定是一国，而不是一个贵族？这就不仅要看大河村古墓群，还要参考衡水彭国古墓群的形制来当做第一个例证。彭国古墓群和霸国古墓群在规制上的相同之处，首先就是墓室之上有4个斜洞。虽然尚未搞清它们的作用，但是这两国的大墓都有这种相同的设计。其次就是腰坑殉葬，也是两国文化相近之处。最后就是死者的身体朝向，按当时在晋南地区的墓葬习俗，周人总是头向北方而葬，唐人向东，只有敌人是向西的。所以霸国应当与彭国一样，是敌人为主的诸侯国。第二个证据则要从古文的读音考虑，霸字在古时也可读作破，或是作为破字的通假，而破国就可以联系到夏商时期一个名为鬼方的古国，这个国家正是右戎狄族建立的方国。在周朝时期，对于少数民族笼统地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但实际上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那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不能以这4种称呼笼统论之。所以霸国可能就是当时一个西北方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而第3个证据就是晋国的历史。晋国的成立源于周武王姬发的小儿子姬瑜，也是后来周成王的弟弟。在成王统治时，有原住民在现在的义城一带造反，被平复之后，成王就把这片地方分给了姬瑜管理，同时将馈姓九宗一并交给他管理。这馈姓九宗指的就是戎狄之中较大的9支宗族。但是虽然让他管理，却给了他一个有趣的国策，就是一国两制。对于商朝的原住民施行他们周朝的统治方略，但是对于戎狄之人还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宗族礼法行事。而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空间，
才能让霸国和彭国在晋国的管理下独立出来。学者们根据霸国诸位霸姬的身份，也推测出了一个霸国的建国方略，那就是夫凭妻贵。或许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第一位霸伯凭借某些出色的能力，成功迎娶了大国的公主，进而一跃成为贵族阶级。而有了这一重身份以及庞大的族人数量，霸伯就建立了霸国，成为了一方诸侯。而后每一任的霸伯都要努力维持这种姻亲关系，才能在大国的管理下继续存在。这从忽继位仍需要大国首肯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地位的卑微。而根据文物的先后年代推算，霸国的终结就在晋国到了武公和献公的时段。当时这两任国君施行武力扩张政策，吞并了周边诸多小国，霸国或许就在其中。而他们所属的民族也在长期的汉化之下，同样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至于为何史书上没有记载，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独立的手段太过低贱，因此都不被大国的史官放在眼里。被吞并之后，更是不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是大河村古墓群的出现，或许霸伯在历史中就只会是一个擅作青铜器的人名了。不过即便没被重视，霸伯还是有着自己小小的霸气存在。在他的墓室之中，共发掘出了24件铜鼎，9件铜簋。或许你不理解这有什么，要知道在当时的周朝，礼仪可是最重要的。而丧葬制度中，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9鼎8簋。霸伯作为3等公，竟然远远僭越了7鼎6簋的礼数规定，不得不猜测他是不是有意为之了。一个神秘古国的出现，揭开了一段未曾曝光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不知道还有多少类似于霸国的国家，等待着考古学者们的发掘。而他们的故事里，会不会也有着各种女王掌权的身影？不知道这个利用裙带关系上位的古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对这种政治方略的看法。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